值得注意的是，美西方不断军援乌克兰，对俄乌战事的走向与影响也不容忽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周二宣布，乌克兰士兵最快将于下周开始在美国接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操作培训。据介绍，训练活动将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希尔堡进行。希尔堡是美国陆军4个基本训练地之一，也是陆军野战炮兵学校所在地。美国也在此进行自己的防空系统操作和维护训练。报道还说，最终部署爱国者系统及其所需的培训过程将持续几个月时间，并且在短期内不会影响战局。不过，一旦完成，该系统将为乌克兰在应对俄罗斯导弹打击时提供更好的防御。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莱德表示，约有90至100名乌克兰士兵最快将于下周抵达俄克拉荷马州参加爱国者系统操作培训。他无法给出这种训练需要多久的确切时间表，只说可能将持续几个月。而通常，美国士兵需要长达1年时间接受此类培训。去年12月22号，俄总统普京曾表示，爱国者是一个相当老的防空系统，不如俄罗斯 S-300防空导弹系统，并称俄罗斯会击碎这一防空系统。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表示，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将成为俄军方的合法打击目标。如果说乌军能够在这个短期内掌握这个系统的话，将这个进一步的削弱这个俄罗斯空天军在这个乌克兰领空内的这种活动自由。它会进一步增加这个俄罗斯执行这些空中打击任务的难度，增大这个空中行动的损失。但是确实因为爱国者本身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这个短期内可能它的培训啊，它的这个形成战斗力还是需要时间。此外，英国政府一位发言人确认将向乌克兰提供挑战者2主战坦克。这位发言人说，我们将提供一些具备下一代军事技术水准的装备，主战坦克将为乌克兰人带来改变游戏规则的能力。对于北约国家提供的军事援助，乌方最希望得到的就是主战坦克。乌总统泽连斯基从去年2月俄乌冲突一开始就持续疾呼，而一旦英国的挑战者2主战坦克运抵乌克兰，英国将成为首个向乌援助西式主战坦克的西欧国家。另外，乌克兰一直向德国催要豹2主战坦克已有数月。豹2坦克的性能一直处于装甲战车的前沿，被广泛认为至少与美国的 M1 坦克相仿。美国福布斯网站还声称，它本身就是现代坦克的黄金标准。不过，德国控制着所有豹2坦克的出口许可证。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外长贝尔伯克1月10号突访接近俄边界的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承诺德国将为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与协助。观察指，一旦北约现役重型装甲装备陆续交付乌克兰，目前焦灼相持的俄乌战事很可能会在2023年上半年迎来最为关键的转折点。如果说这个西方国家进一步向乌克兰转让这个包括主战坦克、步兵战车在内的这些这个地面主战系统的话，它其实显然会这个进一步的增加这个乌克兰在这个现有的战线上的一些实力。欧洲主要国家他们的这个坦克和这个步兵战车的这个库存呢，都是相对比较有限的。这个它包括这个，如果重开生产线的话，它的生产能力也是比较有限的。军援重型化的这样的趋势能够持续多久，它后劲儿有多久，我觉得是值得观察。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俄国防部周三宣布，对乌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再度换人，由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出任。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俄罗斯的最新军事任命啊，显然是由俄罗斯防长绍伊古主导的。当然呢，也一定会征得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同意。那么这意味着对乌克兰军事行动指挥层级的一个显著的提升。那么这一次被替换的有末日将军之称的原指挥官索洛维金以及他的前任们呢，基本都是战区或者是俄罗斯军兵种司令的级别。那么俄国防部的相关声明对提高军事指挥层级式的这种换帅，主要呢给出了3个解释。首先，军事任务扩展升级的指挥需要；其次，战区军兵种协同的指挥需要；那么第三，就是提升前线军需供应保障与效率的指挥需要。但是呢，这次换帅行动本身实际上也有2个潜在的信息点值得我们关注。首先，俄军高层乃至俄罗斯总统本人对军事行动进展是并不满意的。此前，俄军从哈尔科夫周边败退，尤其是从占据的赫尔松市主动退出，那么俄军高层遭遇了罕有的国内批评，
其中2个最严厉的批评者，同样是在前线参战，分别呢是俄罗斯雇佣军组织瓦格纳集团的负责人普里戈金与车臣共和国的总统卡赞罗夫。那么后者呢，更是在去年9月俄军败退哈尔科夫之后，那么指名道姓炮轰俄军指挥官拉平将军指挥无方，应该立即解职。而格拉西莫夫呢，一味替手下护短，同样呢应该被问责。其次，绍伊古尽管全面承压，军事行动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呢，仍然能够主导军营换帅，意味着呢，至少就现阶段来说，俄军高层包括高级将领们仍然能够获得总统普京的信任与授权。那么一个细节信号就是，虽然拉皮少将在哈尔科夫吃了败仗，但是呢，上周刚刚获提升为对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前线指挥官。所以啊，从这个意义上说，末日将军由前线总指挥调整为排名第1的副总指挥，恐怕呢也不能算是问责降职，因为呢来了军职更高阶的将领来坐镇指挥。当然了，现在指挥压力传导到了格拉西莫夫那里，甚至啊有军事博主就认为这是把俄军的总参谋长架到火上烤的一个最新任命。那为什么格拉西莫夫出任前线总指挥被认为是架到火上烤？和俄罗斯防长绍伊古一道，格拉西莫夫被公认是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的主要战略的设计者与执行者之一。那么美西方对格拉西莫夫他的名字并不陌生。去年俄军举行胜利日阅兵，那么这是俄军打响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之后的一次重要的军力展示，广受外界关注。但是呢，作为俄军最高军事指挥官，那么格拉西莫夫当时罕有的缺席了。当时美西方媒体就在盛传说，格拉西莫夫可能是在前往俄乌冲突前线视察督战时遇袭受伤。当然呢，这样一个猜测并没有获得俄方的证实。那么就在上个月，美媒也曾经爆料说，美国情报系统在截获格拉西莫夫前线督战情报之后，并没有向乌克兰方面通报。尤其呢，当获知乌方已经单方面拿到情报之后，美方曾经一度施压阻止乌方的拦截行动，因为担心冲突会全面引爆升级。那么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所谓的受伤说绝不是空穴来风。俄军最高军事指挥官走向前线指挥台，当然是要拿出战果来证明自己。那么这也让媒体传言已久的所谓春季攻势备受关注。那么一个及时的观测指标就是俄军对巴赫莫特近2个月的这个拉锯攻势能不能获得突破。一直质疑格拉西莫夫的瓦格纳集团负责人普里戈金已经宣布，他的雇佣军拿下了巴赫莫特附近的小城索拉代尔。那么他周二再度发推，就抨击俄罗斯国防部，吹嘘自己的战场体验远胜那些个在国防部干了几十年的人。那么也正因此，熟谙俄罗斯安全事务的伦敦资深观察家叫马克加莱奥蒂，他昨天甚至就发推说，格拉西莫夫出任前线总指挥其实是所谓的贬值，是所谓的 demotion， 因为他的军事生涯将会很大程度上命悬一线，基于俄军在战场前线的推进与表现。那么格拉西莫夫的最新任命对俄乌冲突又意味着什么？末日将军苏洛维金对军事行动的指挥权维系了3个月，那么现在格拉西莫夫能指挥多久，外界很难预料。但是我们可以预料的是，留给格拉西莫夫的时间恐怕也并不多。就在周三，俄罗斯电视台播出了一段预录的俄罗斯总统与官员视频连线开会的场景。那么其中有一段令外界大跌眼镜的罕见场景，普京直接打断副总理德里斯曼图洛夫的讲话以及他之后的辩白，直言对方不要糊弄傻子。许多西方媒体在报道这一幕时都用了类似普京压不住火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像昨天路透社电稿标题就声称说 Putin loses it。那么在这一场让普京大发脾气的视频会议上，普京呢他也谈到了俄乌冲突，他就强调与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关联的所有的问题都必须尽快解决。此前普京在会见前线战亡士兵的母亲群体，并且与他们深入交谈之后，已经在元月2日下令绍伊古，要求拿出对前线俄军军需供应的详尽报告，并且呢要就武备的细节以及俄罗斯国防部改进工作列明具体的举措。那么正如俄罗斯国防部声明所指出的，格拉西莫夫就任前线总指挥之后，他面对的3大紧迫任务，包括强化军兵种协同、强化前线战士指挥等等，都可以以他
最高阶的军事将领的这种位阶与授权来强推。但是第3项，也就是所谓提升前线军需战备的供应，格拉西莫夫他即使贵为俄军总参谋长，恐怕也是有相当无力感的。短期内廖难做出实质性的改进。那么俄乌冲突已然跨年，下个月就将迎来周年，军事冲突越来越演变为消耗战，演变为系统能力战。但是一支军队的军备消耗与保供能力，包括背后为其提供全面支持的这种国家系统能力，是光靠打仗打不出来的。这恐怕是格拉西莫夫及其前任的总指挥们他们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与困境。同样需要指出，乌军进入到新年，也在面临新的战场态势与外部环境。美德法等等西方大国都已经宣布，要向乌克兰军援，包括布拉德利战车、AMX-10 RC 轻型坦克在内的一系列的重装武备。那么乌军的最高阶的指挥官也已经夸下海口，只要能够拿到400辆重装坦克、500至600架的步战车、300门火炮，乌克兰就能够赢得战场的胜利。所以这样来看，俄乌新年都会有更大的动力去试图打破战场的现状。那么这也意味着双方接下来的春季攻势，无论在战事的规模或者是血腥残酷程度上，都将会再度升级。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你的观点，谢谢。